关于速溶咖啡，你了解多少？对于速溶咖啡，可能很多咖啡爱好者会对其多多少少有点嫌弃，但是速溶咖啡也有自己的历史，而且消费者不在少数。速溶咖啡诞生之初，是为了给咖啡爱好者一个更方便、更迅速的咖啡饮用方式。速溶咖啡最早出现在1889年，由新西兰人 David Strang 所发明，并登记了专利。斯特朗1847年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，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咖啡仓库工作。1863年，他登上巴伍德号来到新西兰，在布拉夫登陆时年仅16岁。他从事过多种行业，直到1872年，在因弗卡基尔的埃斯克界建立了一家咖啡工厂。该业务发展迅速，扩展到其他食品，包括在新西兰和斐济销售的香料。1889年，他申请了世界上第一个速溶咖啡的专利，并开始销售。出于敏锐的营销考虑，他向报纸发送样品以进行宣传。奥塔哥每日时报评论了该物质：斯特朗的速溶咖啡粉不需要煮沸，而是用沸水立即制作，而且它可以在早餐杯中制作，既不需要使用锅，也不需要雇佣经验丰富的厨师。斯特朗说，他使用单热空气工艺来制作咖啡，实质上是将热空气吹到液体咖啡上，直到它变成固体，但是味道就不尽人意了。根据我们对咖啡在热和空气作用下发生的情况的了解，这个过程无疑会导致咖啡受热损坏、氧化。便携式是的，但也很可能是可怕的。咖啡评论专家哈扎德说，而真正创造速溶咖啡配方的人是来自日本的加藤聪。虽然成功创造出了配方，但是苦于产量低、价格高，而没有得到广泛认可。实现量产速溶咖啡的首创者是1871年5月出生于比利时科特赖克市的乔治·华盛顿，不是那个著名的华盛顿，而是 George Constant Louis Washington。尽管这种咖啡味道不是很可口，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士兵中广受欢迎。华盛顿于1897年抵达纽约一带，涉足于多项科技领域，直到1906年或1907年旅居于中美洲时，才灵光乍现，一头栽进速溶咖啡制造。最后在1909年开始销售自制咖啡，在1910年成立了量产公司，公司总部设立于纽约与新泽西，生意日渐昌盛，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重要的军资提供者。公司亦利用纽约各报章、杂志及电台大肆宣传其产品。企业的成功为华盛顿带来了大量财富。1943年，华盛顿逝世前不久，华盛顿的公司被惠氏公司并购。尽管其咖啡品牌于1961年停用，华盛顿之名现今仍被使用于产品华盛顿的佐料与浓汤。而我们最为熟知，同时也是最大的速溶咖啡品牌雀巢，诞生于1938年的巴西。20世纪30年代，雀巢公司受巴西政府的委托，为其过剩的咖啡寻找保存方法。雀巢公司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技术上的挑战，并于1938年成功地开发出咖啡生产工艺。采用该工艺，咖啡粉可以长久地保存，而不失其香醇的风味。从此，人们可以随时方便地享受美味的咖啡了。雀巢即溶咖啡亦由此诞生。雀巢咖啡的英文名称是 Nescafe， 则是由雀巢公司的英文名 Nestle 和英文中代表咖啡的 coffee 所组成。雀巢对于整个速溶咖啡行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1952年，雀巢推出100%纯咖啡豆提取的速溶咖啡。1965年，发明冷冻干燥法制作速溶咖啡粉，保留更多咖啡原味。1967年，即溶咖啡微粒诞生，可以从美丽咖啡豆中提取更多的咖啡香味。到如今，雀巢咖啡已经成为速溶咖啡真正的领导者，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以及更广阔的市场。2022年，全球速溶咖啡市场规模为36.23亿，预计未来年增长率为4.9%。虽然速溶咖啡的味道还是难以与现磨咖啡相比较，但是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更为方便的饮咖方式。